爸爸，我们居然有生命，你不觉得这件事很神奇吗？啊？爸爸，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有生命，我不明白世界为什么竟然存在，我想不出什么道理来解释它们。梅，你在外面可不要说这些话。为什么？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在外面这样说话，我们就会怀疑他是不是需要看精神医生，或者是不是吃了什么奇怪的药。可是外面的人，他们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吗？我想应该不知道，不过这也正是他们不喜欢听这种问题的原因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缺乏一些直面生活的勇气。你还小，或许真的体会不到这一点吧。请想象一种可能，对于比宇宙更广阔的时空而言，你的意识，你的生命本身或许都已经出现了无数次，只是你自己永远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而已。如果我自己也永远意识不到，那岂不是说这种假设是否存在其实并无区别？倒也不能全然如此认为，这种思辨多少会影响你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。是吗？打个比方吧，你听说过那个穷人和富人一起晒太阳的故事吗？哦，是说那个富人赚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但最后也只是和穷人一样在悠闲的晒太阳的故事。对，很有名的诡辩，不是吗？晒太阳只是那个富人拥有的诸多自由中的一种，但对那个穷人来说，他多半只能拥有晒太阳的自由。感觉你打了这个比方以后，事情反而更难理解了。他的意思是，相同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相同的过程，尤其是对于哲学而言，问题往往比答案更为重要。哦，苏刚才所说的，的确是事情的一个方面。不过，就像故事中的那个富人不只拥有晒太阳的自由，对我们来说，借助平行的真理，也可以把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推向更远的地方。所以，我真正要说的东西是，我想到了一个实验，可以部分检验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观点是否成立。不过，就目前而言，我还缺少一位最为关键的证人。可是，梅，这样的证人真的有可能存在吗？就算宇宙中的确存在循环现象，这个过程本身似乎也足以摧毁一切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。这就要看从外部掌握着宇宙命运的那些真理，会不会在宇宙内部泄露点蛛丝马迹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逻辑系统的不完备定理，它其实是我们的朋友。毕竟，如果连宇宙本身都在因果关系上无法达成自洽的闭环，那么对任何一种描述体系而言，假以时日，观测者都必然会找到它的破绽，进而洞察新的真理。怎么样，检查结果没错吧？就和我说的一样，艾莉西亚是货真价实的绿者。说来有趣，我曾经计算过你这个类型的绿者有多大的出现概率。它可是需要在小数点后连写30到35个零呢。真的吗？可我明明觉得自己很普通呀。对你的主观感受来说，或许的确如此。基于偶发的对称性破缺，你逃逸了名为中烟的束缚。如果用一个有些奇怪的比喻，
这就像是有谁不顾热力学定律，用冰块煮开了杯子里的咖啡。那可真是宇宙中难得一见的奇景呢。谢谢你，梅。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，我好像变得更有信心了。祝愿你能成功。当然啦，你就是我幸运的保证啊，梅。或许不是每个烛火之蛾的成员都喜欢你，但没人可以否认你的能力，更没人可以否认你的贡献。我将要做的那些事，也只有依靠你所创造的一切，才有可能在未来真正有所收获。你没有像我这样回归崩坏的渠道，你也没有像凯文那样对抗崩坏的力量，但你的智慧能够洞察世界的本质，为深陷漩涡的人类指出唯一可能的前进方向。这当中当然有无法挽回的错误，无法接受的牺牲，但面对这么不讲道理的世界，谁又能说自己就可以带领大家一帆风顺的前进呢？谢谢。但说实话，大家最害怕我的一面，也并不是那些错误本身，不是吗？也许的确是这样，但在我看来，那也正是大家如此信任你的一个重要原因呀。凯文应该最明白这一点啦，不是吗？对了，我刚才说的话，你可以原原本本的转述给他啊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也没什么。我们在交流计划变更的情况。虽然我理解将圣痕计划的执行人改为凯文的理由，但你应该提前通知我的，梅。凯文没告诉你吗？这是他自己提出的申请。我知道，可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些逼迫自己不断前进的东西，你是如此，他也一样。苏，如果圣痕计划掌握在你的手中，那么在战略意义上，我认为凯文分析的对。我们其实相当于失去了这个选择。我说错了吗？没有。那么，从组织的角度，我要求你接受这个安排。是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只是我们终究不能用个人的好恶去衡量战略的价值。圣痕计划只会是最差的计划，但作为帮助文明跳出宿命的最后保障，它也的确必须存在。即便我们会因此牺牲自己最重要的生命、荣誉，乃至价值。凯文，你怎么看最近的事？你指的是什么？就从这件事说起吧。我在给你的伙伴们分配不可能完成的计划。人总要有个理想化的目标，明知不可而为之，虽说徒劳，却也好过彻底绝望。那么，你自己呢？和他们不同，你背负着真正可以完成的计划。这本就是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我当然要全力以赴，不辱使命。我不是在问这些，凯文。当我研究崩坏，研究人类的命运时，我至少能感受到发现真理的快乐。但你又能从这一切中获得什么呢？你本就志不在此，对吧？能看到你实现自己的价值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凯文，当你领导自己的同伴的时候，你说人总要有个理想化的目标。既然如此，你的目标又怎能仅仅是我呢？不管关系的亲密程度如何，我都是不同于你的另一个人。以这样的他心之物作为目的，至少在我看来，终究只是一时的激情罢了。梅，我……别误会，我不是说这件事一定要从现在起就做出改变。但凯文，你很清楚，
我并没有成为融合战士的身体条件。你的人生或许还很漫长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你总要与我作别，重新寻找自己的道路。至少到那时，他不应该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，哪怕那个人是我。凯文，在你看来，生命最美妙的地方是什么？你想听实话？就算你要撒谎，也只能骗过我3秒钟吧。当然，也不许说答案是遇到我。好吧，让我想想。啊，虽然这样说未免有些奇怪。以前还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男生会集体翘课去听伊甸的演唱会。当时那份自由的空气，大概就是所谓生命的美妙了吧。这种下不为例的方式，还真不愧是你。那时候的你应该这么说过吧？我毕竟还是个高中生啊，活得天真一些，快乐一些，才像是我。是啊，大家都变了。不，梅，我们中只有你从未改变，就像你一直追寻着的真理一样。如果真理会像人一样变化，也许这个世界反而会更美好一些吧。凯文，在我看来，生命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明明是真理的造物，却又能靠自己的力量逐步认识真理，掌握真理。虽然你也知道，只要我们的认识更深入一步，这种美妙背后的残酷也就相应更明显一分。无知是福，无论是过往那些虚幻的信仰，还是最近那位黄昏街的预言者，他们都如此主张。但你不一样。当然，这就是所谓的野心吧。虽然出于功利的角度，人们也会说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但至少对我而言，比起所谓的必须如此，好奇才是真正能推动人前进的力量。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，我是说，我曾经这样问自己的父亲：爸爸，我们居然有生命，你不觉得这件事很神奇吗？神奇？是啊，既然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如此丰富，那又是为什么偏偏是由我在感知我的生命？我为什么会出生？为什么生在地球？为什么生作人类？为什么生于这个时代？为什么生作女性？又为什么我在通过梅的眼睛来观察凯文，而不是通过凯文的眼睛来观察梅？你看，这里有一连串无法回答的问题。对了，你听说过物理上电子不可区分的说法吧？哦，这个我好像知道，是说作为基本粒子的电子，不像实际物体那样拥有足以区分彼此的特征，所以一旦混在一起，就再也无法区分谁是谁了，对吧？所以就有人提出，或许全宇宙其实只有一个电子，它在高维度上穿越了所有的时空，在我们的眼中作为每一个电子同时存在于世。这还真是一种诡异的浪漫。还有更浪漫的说法呢，比如有一种异想天开的哲学就由此认为，宇宙是一连串无限重复的命运的叠加，其中的每一个意识都不过是某个公共灵魂的特殊状态。简单来说，套用轮回这种传统迷信的说法，可能这一世的我，下一世就会成为黄昏街的牺牲者，再下一世又会成为机器人普罗米修斯，诸如此类。这……客观来说，这对某些人而言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，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则是求之不得的救赎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它至少是一种有趣的思想实验，能够帮助我们体认世界的容量和生命的重量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所有这一切终究只是些天马行空的思想，只要表达得足够抽象，
就既不能证明，更无法证伪。也因此，在认知的领域上，这仍然不过是一种逃避罢了。是说人终究要直面真理吗？虽说完全的真理其实根本不可知，但那种来自形而上学的缺陷，讨论的其实是人类视野之外的事情。随着人们对自然的探索，可视的真理总会不断扩大自身的疆界，而这对于各方面都从属于有限的我们来说，早已绰绰有余。你或许听数学老师讲过所谓的不完备定理，不过我会告诉你，其实任何物理学的结论，从数学的逻辑上看，都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。只要是人总结出的规律，它就一定有自己的应用范围，就一定无法解释超过这种范围的其他东西。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从一开始就是哲学家在脑内臆想出的怪物。这种唯一思想对我们的毒害，甚至超过了它所带来的好处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真正有趣的是，所有这一切，最终都增加了直面真理这件事本身的魅力。在那一刻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战栗。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完全听懂。不过，你难道是想说，这就像某些体育运动，正是他们永远无法被真正驾驭，所以才会在人们的眼中拥有持久的魅力？当然，我一直认为，所谓思考，本就是这宇宙间最伟大的一种极限运动。怎么样？你的女朋友有没有比你想象的更疯狂一些呢？毕竟我们的世界本身，它就是如此疯狂。